今天你在加油站看住疯狂跳动的数字，有没有觉得完了，油价是不是又要炸了？你不是错觉，根据最新公布的全球能源 Q1 数据显示，原油市场的波动率又一次逼近了危险的警戒线。这不仅仅是几个数字的跳动，而是直接在掏你钱包，影响你的生活成本，甚至左右你未来的投资报酬。今天我要带你拆解一个所有人都以为懂，但其实完全没搞清楚的问题。我们澳洲和纽西兰的油到底从哪里来？除了中东那些我们熟知的土豪国家，我们还能买谁的油？更刺激的是，市场上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我们到底能不能买，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在偷偷用俄罗斯的油了？我会用最白话的方式带你看透这背后的国际大盘棋，看到最后你不仅会明白为什么油价天天像坐云霄飞车，我还准备了一个超实用的 bonus， 教你如何在这种混乱的能源格局中守住钱包的投资技巧送给你们。钱货非常多，建议先按赞收藏，不然刷着刷住可能就找不到了。首先我们得看看你车里加的油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前2天我跟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老朋友喝咖啡，人眉头深锁的跟我抱怨说，现在海运费和能源附加费又在蠢蠢欲动，利润空间被疯狂挤压。我听着这些抱怨，心里想的却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有3种错觉，以为加油站里的油就像自来水一样，扭开龙头就会源源不绝，但真实情况是什么？以纽西兰为例，自从2022年把唯一的那座 Marsden Point 炼油厂关闭改成纯进口燃料站之后，纽西兰就变成了一个100%靠天吃饭的国家。澳洲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全澳洲只剩下2座炼油厂在苦苦支撑，这意味着我们两国的能源命脉完全捏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极度依赖从新加坡、韩国甚至印度进口已经提炼好的汽柴油。你想一下，如果中东某个海来突然被封锁，或者南海的航道因为地缘政治摩擦稍微堵车个几天，我们的加油站可能几周内就会挂上售罄的牌子。这种不安全感就是推动油价和相关能源股票暴涨暴跌的最根本原因。这就引发了今天第一个重头戏。自从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国家祭出严厉的制裁和价格上限之后，明面上澳洲和纽西兰是绝对不允许直接进口俄罗斯原油的，政治立场上我们站得非常笔挺，但现实的商业世界呢？假设医生严厉警告你绝对不能吃 A 面包店的蛋糕，因为反式脂肪太高，但是你的朋友跑去 A 面包店买了面粉、鸡蛋和糖，拿回家自己重新烤了一个蛋糕送给你，你吃了，请问你这算不算违规？这就是现在全球石油市场正在上演的大型魔术。这个朋友通常是印度或者某些亚洲炼油大国，他们以极低的折扣价疯狂扫货俄罗斯的便宜原油，运回自己国家的炼油厂后，把它跟中东的油、非洲的油混在一起，提炼成柴油、航空燃油，接着贴上印度制造或新加坡出口的标签，堂而皇之的卖给澳洲、纽西兰和欧洲。从国际贸易法的角度来看，一旦原油被提炼成了成品油，它的原产地就改变了，这在业界被称为洗油。所以回答标题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买俄罗斯的油？名义上绝对不行，但实际上你车里今天加的那缸油里面搞不好就流住西伯利亚的血。这种政治上的掩耳盗铃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心理上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但在投资和赚钱的视角里，这就是巨大的资讯差。当全世界都在看住欧美制裁俄罗斯的表面新闻时，那些看懂了洗油路径的资金早就跑去布局那些负责提炼和运输的亚洲能源公司或者是油槽租赁板块了。这几年的财报数据简直好到让人眼红。既然俄罗斯的油这么敏感，中东的油又常常因为地缘政治打仗而运不过来，一旦这条洗油的灰色产业链被切断，我们纽澳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备胎？除了中东，还有谁能拯救我们的油箱？在这一部分，我会带你们盘点那些你绝对想不到的隐藏版卖油翁，包括美洲的新兴力量和非洲的潜力股，并深入分析这种油源转移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走势和暴利机会。前2个月我飞了一趟澳洲，在雪梨和墨尔本实地做了一些市场考察，期间跟几个在当地做物流和中小企业的老板朋友聚餐，大家聊着聊着，话题全绕不开油价和运费。其中一个做冷链运输的朋友苦笑着跟我说，现在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不是看天气，是看国际原油报价和航运指数，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个月的利润就全吃光了。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写照，这也带出了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全球油源的大洗牌。如果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中东产油，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国际原油市场早就不是几10年前那个单极世界，
第一个隐藏版的大庄家其实是美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现在已经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原油出口国。他们透过页岩油技术革命，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吃油怪兽变成了产油大户。那纽澳能不能买美国的油？当然可以，而且一直在买，但问题出在距离和成本。从美洲把原油或者成品油用油轮大老远运到南半球，光是那个海运费就足以让油价再上一个台阶。所以美国油可以作为战略补充，但很难完全替代亚洲和中东的就近供应。第二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在南美和非洲，比如南美的盖亚那，这几年简直是中了地质学上的彩票，发现了超级大油田，产能疯狂飙升。还有非洲的奈及利亚、安哥拉，这些地方的油质其实相当不错，但投资者和买家最怕的是什么？是政局不稳，今天签好的合约，明天可能因为当地的一个政变或者动乱就作废了。第三个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是东南亚邻居，马来西亚和汶莱其实也是产油国，但残酷的现实是他们的产量有限，光是满足亚洲区内快速增长的需求都不太够分，哪有那么多余裕可以稳定大量的供应给纽西兰和澳洲？所以综合来看，我们纽澳的处境其实相当尴尬，自家不产油，或者产了也没有足够的炼油能力，距离主要产油国又10万8千里，这背后的政治影响是什么？就是在国际博弈中，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西方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的阵营对立越来越明显，当俄罗斯、中东部分国家逐渐向另一边靠拢时，我们依赖的能源供应链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某个关键航道，比如和莫兹海来或是南海航线被封锁，哪怕一个星期，纽澳的供应链就会面临史诗级的灾难。那么作为普通人看到这种危机，我们的赚钱机会在哪里？小白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看到油价涨就傻傻的跑去开杠杆炒原油期货，那是神仙打架的地方，你进去很容易就成了炮灰。真正的聪明钱在看什么？首先是能源基础设施与油轮航运板块，既然油源在改变，以前从 A 运到 B， 现在变成从 C 绕一大圈运到 B， 航程变长了，需要的油轮就变多了，运费自然水涨船高。那些掌握着大型油轮船队的公司这几年简直是躺着数钱。接着是大宗商品 ETF， 如果你不想挑选单一股票，透过配置一篮子与能源相关的 ETF 是防御通膨和地缘政治风险最好的盾牌。最后是长期持有的思维，在这种动荡的市场里，与其每天杀进杀出，不如找到那些有稳定分红的能源巨头或者优质的资源类公司买入并长期持有。好了，现在我们进入最关键的部分，刚才拆解了这么多国际大盘棋，从俄罗斯的洗油内幕到全球油源的搬家，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离我好远啊，但其实这些波动每天都在吃掉你的购买力。我身边很多在纽西兰和澳洲做小生意的朋友，最近都跟我反映物价涨得离谱，不只是油价，连超市里的菜、快递费都在涨，这就是能源价格传导到生活末端的阵痛。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和几大投行的预测，2026年下半年能源市场会进入一个极度敏感期。首先，政治影响是最大的变数，今年是几个大国的外交转折点，如果中东那边的局势稍微有一点点缓和，油价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回调，但长期来看，随着全球航运路线的重新洗牌，运费成本已经回不去了，这意味着低油价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其次，赚钱机会就在这种不对称中，当大部分人还在抱怨油价贵的时候，聪明的投资者已经在布局那些能从高通膨中受益的资产。除了我之前提到的航运和能源 ETF， 其实实物资产像黄金、白银也是非常好的对冲工具。当能源危机引发货币贬值时，这些硬通货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好了，说好的 bonus 来了，这是我自己一直在用也非常好用的投资心法，我把它叫做能源动荡期的334避险法。首先是 30% 的防御资产，也就是实物与硬通货，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收那点利息，配置 30% 在实物黄金、白银或是挂钩大宗商品的资产上。当油价飙升带动通膨时，这部分资产会帮你抵消生活成本的增加。接着是 30% 的稳健资产，选择高股息能源股，找那些即使油价波动也能稳定赚取运费或服务费的公司。在澳洲或纽西兰市场，优先选择那些有政府背景或者是垄断地位的基础设施公司。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关于资产安全的一个关键点，在纽西兰，我们要确保股票登记在自己的 CSN， 也就是公共股东号码之下，而在澳洲则是要选择支持 CHESS 模式的券商，拿到属于你个人的 HIN， 也就是持有者识别码。
这两者的核心逻辑是一样的，就是确保你的资产是直接登记在你名下，而非由平台代持，这样即使交易平台出问题，你的股票依然固若金汤。这才是真正睡得住觉的投资方式。最后是40%的现金与灵活配置。在动荡时期，现金不是用来贬值的，而是用来等待的。当市场因为某个政治新闻突然大跌时，这40%的子弹就是你反击的机会。投资不只是荧幕上的数字，就像我之前去澳洲考察时发现，那些能在危机中活下来并赚到钱的人，往往不是预测最准的人，而是准备最充分的人。不要等到加油站挂出缺油告示才去想对策，现在就开始调整你的资产配置。今天聊了这么多，从俄罗斯原油的变形记到我们家门口的能源危机，希望能帮你看清这背后的真相。能源世界的水很深，但只要你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不会是被收割的那一个。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可能还是会问，具体有哪些优质的能源股或者 ETF 值得关注？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份更具体的2026能源获利护城河清单，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并点赞。如果留言和点赞的人数够多，我会专门单独制作一期视频，公开跟大家详细分享我的口袋名单。当然，如果你想现在就走在市场前面，第一时间拿到我所有的投资布局方案和深度分析，欢迎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频道。每个月的费用算下来，比你喝一杯奶茶还要便宜，这绝对是你在动荡时期最划算的一笔自我投资。最后，我也要郑重提醒大家，今天所分享的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与市场观察，不构成任何具体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做最后的评估。那么看完了今天的深度解析，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能源大洗牌，你准备好调整你的钱包了吗？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请一定要帮我关注、转发、点赞，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输出钱货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